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如果今天有人問你一個問題，全世界哪一樣發明，幾乎每一個人都吃過。有人可能會想到巧克力，有人想到可口可樂，也有人想到漢堡。可是很少人會想到另一樣東西，它不用開火，不用廚房，只要一杯熱水，等待3分鐘，就能讓無數人在深夜填飽肚子。它就是泡麵。可是你知道嗎？發明泡麵的人其實出生在台灣。前陣子我到東京旅行，晚上走進一家開了30多年的老拉麵店。老闆知道我是台灣人後，忽然笑着問我一句：你知道泡麵真正的發明人是哪裡人嗎？我想都沒想，回答：日本。老闆笑了，輕輕搖頭。很多日本人也這樣以為。他走進櫃檯後面，拿出一本已經泛黃的舊雜誌，封面是一位滿頭白髮的老人，旁邊寫着一個名字：安藤百福。老闆指着照片說，他出生在台灣。我愣了一下，因為這件事我以前完全不知道。回到飯店後，我開始查資料，才知道安藤百福原名伍百福，1910年出生於今天的嘉義地區。但真正讓我震撼的不是他的出生地，而是他的人生。因為在發明泡麵之前，他的人生幾乎充滿挫折，創業失敗，公司倒閉，投資失利，甚至還因為官司坐過牢。人生前後破產了3次，40多歲時幾乎一無所有。如果換成大部分的人，可能早就放棄了。可是就在48歲，他卻做了一件改變全世界的事情。那一年，他在自家後院搭了一間只有幾坪大的小木屋，沒有豪華設備，沒有研究團隊，只有幾張桌子，幾口鍋，還有一個始終沒有放棄的念頭。他一直在思考，有沒有可能讓任何人在任何地方，只靠一杯熱水就能吃到一碗熱騰腾的麵。於是他每天只睡幾個小時，不停做實驗，失敗，重來，再失敗，地上堆滿一塊又一塊失敗的麵餅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看見太太正在炸天婦羅，熱油裡，食材裡面的水分快速蒸發，留下許多細小孔洞。那一瞬間，他突然想到，如果麵條也先煮熟，再把水分全部抽掉，是不是之後只要再把熱水加回去，它就能重新變成一碗麵？就是這個看似簡單的想法，最後改變了全世界。1958年，世界第一包泡麵誕生了。沒有人想到，一位來自台灣的人，竟然開創了一個延續至今、遍布全球的食品產業。很多人每天都在吃泡麵，卻很少想過，泡麵到底是怎麼做出來的。我原本以為就是把麵曬乾而已，後來才知道，真正的秘密只有4個字：先熟再乾。工廠首先把麵粉、水和鹼水攪拌成麵團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鹼水，它讓麵條更有彈性，也形成大家熟悉的口感。接着，麵團會被一層一層壓薄，最後切成細細的麵條。很多人又會問，為什麼泡麵都是彎彎曲曲？答案其實很有趣，因為切好的麵條前面的速度故意放慢，
後面的麵條卻持續往前推，前後互相擠壓，麵條自然形成波浪。而這個彎不是為了好看，而是替熱水留下更多通道。等你冲进熱水，水可以快速滲進每一根麵條，所以3分鐘就能泡開。真正神奇的還在後面，波浪麵條會先進入蒸汽設備，蒸到接近全熟，再放進約150度的熱油裡，短短幾分鐘，麵條裡面的水分快速蒸發，留下無數細小孔洞，整塊麵餅就像海綿一樣，乾燥酥脆，卻充滿空隙。所以你泡的從來不是生麵，而是一塊早就煮熟，只是被抽乾水分的熟面。當熱水重新流進那些孔洞，面條就像重新活過來一樣。很多人還以為泡面能放1年不壞，一定加了很多防腐劑。其實，大部分泡面並不是靠防腐劑保存，而是因為水分幾乎被完全去除。細菌和霉菌最需要的就是水，沒有水，自然很難繁殖。真正讓整碗泡面有靈魂的，反而是那包調味醬，肉香、蒜香、辣油、醬油都是靠它完成。如果少了那一包，再好的面也只剩下一碗沒有味道的面。至於那些蔥花、玉米、紅蘿蔔、香菇，其實也不是新鮮放進去的，而是先經過脫水處理，等熱水沖下去，再重新吸收水分，慢慢恢復原本的模樣，看起来就像重新活了一次。後來，安藤百福並沒有停下來，61歲，他又發明了杯面。原因很簡單，因為他發現很多外國人沒有碗，也不太會用筷子，於是乾脆把泡面和碗做在一起。從此，泡面真正走向全世界。更令人佩服的是，95歲時，他依然沒有退休，甚至還設計出能在太空食用的泡面，讓泡面跟着太空人一起飛離地球。離開東京前，那位拉麵店老闆最後對我說一句話，我一直記到現在。他說，很多偉大的發明不是因為天才，而是因為有人在所有人都放棄的時候，還願意繼續堅持。我想，泡面真正改變世界的，從來不只是3分鐘，而是出生在台灣的人做出對全世界有幫助的事。直到今天，每當我們深夜打開一碗泡面，等待那熟悉的3分鐘，其實也正在延續一段從台灣出發，最後走向全世界的故事。如果有一天只能推薦一項台灣人改變世界的發明，除了半導體，除了珍珠奶茶，我想泡面一定值得擁有一個位置。如果你喜歡這類透過故事重新認識台灣、重新認識世界的內容，記得按讚、訂閱、分享給更多朋友。我們下次見。